发现新行星的风声又起。第9行星还没坐稳候选宝座，就可能迎来劲敌，一种更小、更近但同样神秘的目标。所谓的 Y 行星，多组观测与数据分析暗示，在我们熟悉的8大行星之外，太阳系边缘可能潜伏着一位隐身成员，它的存在通过细微却稳定的引力痕迹被间接捕捉到。先别把它和早年热议的第9行星混为一谈，两者在体型、距离和可能的形成史上都不相同，路线完全是两条。普林斯顿团队据模型推断出，一颗更袖珍、离我们更近的候选行星，似乎正用轻柔却持续的拉力，悄悄把遥远柯伊伯带小天体的轨道掰出一丝偏头。一旦坐实，这将是自1846年海王星入籍以来第一位被确认加入的太阳系正式成员，意义相当于给行星族谱加上久违的新名字。接下来我们会搞清楚 Y 行星到底指什么，证据从哪来，哪些测试能拍板定案，以及望远镜团队具体打算怎么追踪它。系好安全带，从太阳系的后院边缘出发，我们一步步把这桩天文悬案梳理明白。其实天文学圈一直有幕后黑手的设想，看不见的行星影响着看得见的小天体，这概念老早就摆在案头。100多年间，研究者多次发现远处小天体的轨道不太听话，于是猜测在海王星外还有重量级演员在台下拉线。1930年冥王星亮相，一度被当作答案，人们以为谜底揭晓，终于找到那只看不见的手。可仪器升级，数据更准后，大家发现冥王星个头太小，压根扛不起那些异常的账，解释力明显不够。而经更广的巡天与更细的统计又抛来新线索，故事似乎远没讲完，幕后还有角色没出场。2025年8月，普林斯顿团队在权威期刊发文，给出 Y 行星这一设想，它可能绕日运行在100至200个天文单位的地带，也就是地日距离的100到200倍，处于太阳系的冷外圈。他们把150多个柯伊伯带小天体的轨道参数逐一过筛，像做人口普查一样，统计其倾角、升焦点和离心率等关键指标。把海王星的已知扰动从账面扣除后，数据里仍残留一种整齐的失衡，不像随机噪声，更像额外引力在拉拽。具体说，位于80至200 AU 区间的小天体，其轨道平面整体朝同一方向偏了一点点，呈现统计学上显著的同向倾斜。这点偏折幅度不大，却稳定、重复过检验。通常只有规模可观、尚未被直接看见的质量源，才能留下这种统一指纹。为排除误会，他们把常见解释诠释了一遍：小天体间的共振，银河潮汐拍打，历史上恒星擦身而过的扰动，全都建模跑分。结果显示，以上机制都能贡献一部分效果，却都拼不出那种有组织的倾斜，反倒是引入一颗在特定轨道上的单个行星最贴合观测。模型给出的范围是质量约为冥王星的25至450倍，体量大致落在水星到火星之间，轨道相对黄道面倾斜约10至15度，像一颗斜着走的暗淡邻居。这意味着它与第9行星画像不同， Y 行星更小，位置更靠内，而第9行星被猜测可能有地球5至10倍质量，远在600 AU 左右的深远处。需要强调的是，迄今没有任何望远镜拍到它的正脸，更谈不上反复确认的光度曲线。我们握在手里的只有引力正次，轨道统计呈现的数学花纹，就像从鞋印推测嫌疑人的体重与步态。但这组轨道特征重复出现，误差范围清楚，可做预言去验证。于是他从拍脑袋的猜想升级为可检验的工作假说。若 Y 行星坐实，我们得改写海王星之后就是散沙的老观念，行星家族的边界可能比课本画得更宽。这也暗示早期太阳系曾批量出货较大的胚胎行星，
其中一部分没有被吞并或抛飞，而是在外缘稳定生存至今。关于它从哪来，目前主流有3条故事线可讲。其一是原生幸存者，它可能在木土天海的地盘附近孕育，早期行星大迁徙时被一次次弹射，最终停进外侧轨道。其二是贝弗莱克，一颗在星际间漂泊的小行星，机缘巧合经过太阳身旁，被引力网都套住，慢慢原定轨道。其三是搭档效应，若第9行星存在，外行星或为更小的同伴，两者合力雕刻出柯伊伯带。今天看到的集体倾斜与聚集，无论哪条路线成立，都会迫使我们在行星形成与迁徙的教科书上加注新章节，修正边缘地带的演化细节。此外，外行星的可能质量落点本身就很关键，直接关系到它的名分和动力学话语权。按2006年 IAU 的定义，只要它在100至200 AU 的轨道上，有足够质量把周边同轨碎屑清场，就满足行星这条硬指标之一。若其质量真能达到冥王星50倍上下，那在轻轨能力上显著胜出，划归正式行星而非矮行星就顺理成章。确认它不仅是多了一颗，更能把柯伊伯带群体运动的来龙去脉串成因果闭环。别看柯伊伯带像一圈环，它的成员分布并不平均，有疏有密，方向各异。许多小天体在轨道角度与倾角上出现抱团取暖的趋势，这往往意味着外面有无形之手在长期施力。若把外行星放进方程，这些聚集与倾斜就不再神秘，成为可计算、可复现的引力后果。当然，学界并非铁板一块，对此看法仍然分歧明显。有学者主张群效应足以成千上万的小体合力，也能在统计层面堆出类似的倾斜纹理。也有人提醒样本量与观测偏差的陷阱，我们可能只是被少数更容易被看见的目标骗了眼。然而，在假设更少、参数更收敛的前提下，普林斯顿模型能较好再现数据，这让外行星方案具备了不错的说服力。若它真在，那就说明行星形成并非到海王星戛然而止，而是平滑延伸到更外层，补齐我们长期缺失的一环。更大的启示是，别以为家门口就了如指掌，太阳系内部依旧藏着不少未解之谜。下一步胜负手在观测，用更敏锐的眼睛去找、去跟踪、去排除替代解释。位于智利的维拉鲁宾天文台即将全面上阵，它的大市场巡天能力天生擅长在暗淡天体海里捞针。LSST 项目会隔几晚就把南天扫一遍，抓拍那些几乎不动但确实在爬行的微光点，正和外围小天体的生存方式。按推测，100至200 AU 的外行星昏暗道可能比肉眼阈值暗上100万人次，天上几乎纹丝不动，每小时只挪几角秒，难度可想而知。但凭借密集的重复拍摄和大规模算法比对， LSST 能把这些慢动作类出来，几个月到几年就能看出位移轨迹。到时要么直接把它点出来，要么通过更精细的 KBO 轨道测绘看见它留下的群体拖拽效应，二者都能指向同一结论。不管结果如何，未来几年累积的数据量级足以给出清晰答案，要么盖章成立，要么有理有据的排除。若真撬开这扇门，连锁反应会从行星定义、太阳系史到系外行星理论一并被波及，这几乎等于200年来首次加元，也证明太阳系的疆界更外延，结构更繁复，远非一圈规整的外壳。它甚至或许能解释某些长周期彗星为何从反常方向扎进内圈，同时为比较银河系其他行星系统的形成路径提供关键参照。此外，它有望缓解大众对什么才算行星的拉锯战，让标准回到更直观的物理量上。当年冥王星降级，核心理由就在于没能把同轨道邻居清干净，这条规则至今有效。而若有一颗在100多的 AU 上
体量接近火星级别的天体，它的轻轨能力大概率过关，既符合标准，也让外层结构更对称。退一步说，哪怕最后没找到外行星，这个负面结果同样珍贵，能帮我们删掉错误分支。届时大家会把锅重新分配，可能更多归因于分布式质量的集体效应，或某次古早恒星擦肩带来的后遗症。更实际的是，这场地毯式搜寻会添上成千上万的新小点，为太阳系边缘绘一张更细致、更可靠的地图。展望更远，围绕外行星的讨论正牵动新一代深空任务的设想与论证。等到推进与核电源技术再上台阶，探测器穿过海王星轨道直捣外缘，直接看一眼现场的那天并不遥远。有没有行星都能给出答案。最应牢记的是，科学靠不断提问、检验与修正向前走，而不是靠一次性的永恒定论。每个异常都是前行的踏板，哪怕是没有的结果，也能缩小不确定的范围，逼近真相。外行星目前仍停留在嫌疑人位置，但通缉与排查的工作一刻没停。不管结局如何，这条线索已迫使我们把视野推到更远，更新对外源生态的整体认识。很多时候，追索本身就带来与发现同等分量的收获。方法更成熟，地图更完整，问题更聚焦。感谢陪我们把这段宇宙侦探故事看到最后。更多线索出现时，我们再一起更新这张太阳系的家谱。